希儿，你这糊了一天了，点个炮给婶婶呢？这把牌要是输了，我就去吃素1个月。南风，拜拜。二姑，你这说要吃素都说1年了。4条，3头。胖。对了，希儿，你也到了快出嫁的年纪了，这么荒废着可不好。我有个表侄儿。怎么，你表侄也荒废着？那可不是个事儿。我们宁王府就你这么一个嫡女，你的婚事儿那可是大事儿，你可有其他心仪的男子呀？拜拜。心仪的男子没有，心仪的女子倒是。我看二姑姑你就秀色可餐，淘气。我可是听说了，这3皇子可是要选皇妃了。我也听说，圣上要给3皇子和太子一同张罗，京城的大家闺秀啊，可全……等等，太子还没死吗？我的小心肝，祸从口出啊！8头。清一色，爆了，给钱！臭丫头又赢，没办法，躺赢的命呗。哎，不玩了。哎，32姑姑，明儿再来啊！就属你机灵，伶牙俐齿的。奶奶，哎呀，你看，宝贝赢了这么多钱，真好。在这原书里，今年太子就会因病逝世，男主在宁王的扶持下，在第2年就顺利登上了太子之位。而男主刚被立储不久，原身就服毒自尽，太孬了吧！虽然我跟男主没有定成亲，宁王也没有像原书一样扶持男主，但如果这主角光芒太过强大，事情发展还是会照着书中的情节走下去。如果我不回京做点什么，万一再被直接赐婚，就……小姐难道还对3皇子余情未了？不行，趁着父王还没有辅佐萧旭还没有当上太子，这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我要回京！小姐，想哭的话就哭出来吧。哎，人在难过的时候呢，是不需要心理医生的，只需要算命先生啊。收拾行李，趁着夜色朦胧，我们回京。早知如此，不如等王爷派人来接了。淡定，你忘了我是怎么教你的？我们要偷偷的惊艳所有人，大点声。我们要偷偷的惊艳所有人。没错，不就是晕个车吗？我没事。没事。好诗。大晚上的，应该看不见我吧？又来一个，主子。完了，该不会是要把我灭口吧？这个人很危险。走吧。天哪，出趟门也能遇上犯罪现场。嘴在想上，胃却在难受，泡杯养胃舒吧，胃痛不舒服就喝3角胃泰养胃舒，还能养胃哦。
看那个人的气度，必然不是什么寻常家事。我从未在乙州见过这等人物，想必是京城哪位侯府公卿家的。不过，有谁家的公子能这样悄无声息地杀人呢？不过好在对方似乎并没有想灭口的意思，就是不知道到了京城会不会有什么后患。算了，可能不止这一个后患，男女主不还等着我呢吗？主子，刚刚那女子是？那女子明明都看见了，若是寻常世家女，就算把她解决了，也不费吹灰之力，为何偏偏放过了她？你看到她身上的披风了吗？披风？是一身白貂披风吧？那女子身上的白貂披风，通体雪白，没有一丝杂色。乙州虽然富裕，但是这种高品质的白貂披风，整个乙州也找不出几件来。乙州能随便穿着这披风的世家女，恐怕也只有那一位了吧？如果是她动了，的确会很麻烦。你们说了半天，到底是谁啊？宁王的嫡女，岳西郡主，李朝唯一的异姓亲王，宁王。掌握30万兵权，镇守北疆。他有一个嫡女，如珠如宝，不会就是刚才那个女子吧？哪怕有1/1000的可能，也不能动她。她不仅是宁王的嫡女，还是他唯一的子嗣。那就留着吧，让他去麻烦别人。听闻岳西郡主差点与萧雪成婚，却不知为何硬要退婚，躲到这乙州来。那他这次回来，不会是成亲的吧？这京城的水，怕是要更浑了。那才更有意思。小姐，宁王府到了。虽然只是3年不见，但毕竟不是元神，只希望宁王别发现我不是原来的女儿。希儿，老臣宁浩接女儿回家。秦王造反，陛下有令，杀无赦。希儿，你回来了。宁王，你果然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。从今天起，你也是我的父亲。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父王，我过得很好。完了，叫错了。老头子，我过得很好。好，好孩子，回来了就好。咱回家。老头儿，你3年前还是身子挺拔，现在肚子都大了一圈，只剩油腻了。我油腻？我哪里油腻了？嘘，你我的幅度再大一点。这套去油操，气得每天都得跳起来啊！
贫道观殿下近日气运，看来这命定之人已经出现了。几年前大师说这所谓命定之人时，我还以为我不一定能活到这命定之人出现呢。本来殿下气运加深，不听贫道妄言也无妨。只是殿下命中有此一劫，而这命定之人，除了与殿下多有纠缠，最重要的，能帮助殿下化去这一死劫。我从不将性命交于他人之手，他人也没有义务为我化解。我不信命运，我只信我自己。非也，不是义务，而是这人与殿下有缘。缘分这种东西，捉摸不定。我还不一定能活到与这人结缘呢。灵山寺的茶还是这么苦，叨扰大师了。因果寻非天理，相识是缘至。信女愿一生荤素搭配，只求荣华富贵。宁姐姐，好久不见，玉带拜见姐姐。不日便是我与旭哥哥的成亲典礼，这些宾客请柬，还请姐姐过目。无耻！你们早不相爱，偏等着我嫁给他，你们再相爱。你拿我当傻子吗？你怎么就不是傻子了呢？你想不想知道，你的夫君每晚都在同我说什么？他说你蛇蝎心肠，恶毒至极。他说你不知廉耻，扒着他不放。还有，不被爱的才是贱人。真的，刚到京城就碰到女主。林小姐客气了。众所周知，宁王府只有我一个郡主，我可没有什么妹妹。林小姐还是换我郡主便好。什么姐姐，差里差气的。是我的不是，还请郡主见谅。郡主这次回京，想必是久居了，王爷也一定替你选好了乘龙快婿。不知是哪家的公子能有这般福气？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我可不像林小姐，对别人家的郎君这么感兴趣。也不知林大人有没有为林小姐找到如意郎君啊？是我的不是。虽然我只是真心关心郡主的近况，但到底不该妄议郡主的亲事，知道就好。我们小姐只是关心你，不领情就算了，还责怪于他。你是郡主就了不起吗？这么咄咄逼人，听到没有？你今天必须跟我家小姐道歉。主子，这不是……上。哪来的贱婢，也敢对郡主无礼？不愧是宁王府的人，这出手快准狠。是我唐突了，红娘她何错之有？宁初曦一回京，就在灵山寺这种清静之地闹事，这消息要是传出去，想来孙贵妃也对她不会有什么好印象。宁王择婿，怕是也不会那么顺利。去吧，解决了。是。这人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敢对当朝郡主大呼小叫，这叫何错之有？没有把他扭送到府衙，已是郡主仁慈。要是这位小姐有意见，我看不如就送到府衙，交给京兆尹审一审的好。这贴身丫鬟要是被送到府衙，无论是何种原因，我这名声也会跟着受损。我可不能陪着宁初曦发疯啊！是红娘的不是，还望郡主念在她护主心切，饶了她这次。看来林府下人规矩不怎么样，倒是挺忠心的嘛。还望林小姐回府后好好调教下人，
不然下一次就不是一个巴掌这么简单了。还不谢过郡主？谢郡主宽恕。小姐，这对主仆整天就知道哭哭啼啼的，老是一副小姐欺负他们的模样。今日终于让我们给爽了一把，还是小姐厉害。也不算厉害了，不过就是这次真欺负他们一次罢了。下次咱们还这样干。这不就是回京路上遇见的黑衣男子吗？白日礼佛，夜半杀人，这公子还有2副面孔呢。这还是去年寺里后山采的旧茶，今年刚刚春至，新茶上需些时日才能采摘，施主莫要嫌弃。施主这次前来，心中是否也有难解之谜？哇，大师果然是大师啊！那您觉得如果，我是说如果啊，既定的命运有可能会被改变吗？万事随缘，施主平心而为即可。平心？这话等于没说啊。可是我这心里全是荣华富贵。小姐，这是这些时日以来收到的请柬和拜帖，都是听闻您回京之后送来的。你闻闻，都是八卦吧？都不去啊？可是小姐，您这回京许久，一直不见人，现在外面传的可难听了。难听？说来听听。这现在外面都说，小姐这次回来啊，一直纠缠三殿下，卯了劲儿要嫁给三殿下。呸！咱们府里的绿茶还是不够味儿。外面还说了，说这个宁王爷仗着劳苦功高，舔着个老脸，为女择婿，脸皮都不要了，女儿还是嫁不出去。哦，王爷还发话了。老头说啥了？你懒得在府里办什么接风宴也就罢了，但身为我宁王府的郡主，怎能缩在家里畏首畏尾的不出门，让人看清了去啊？对，不能让老头被人看清了。嚯，这请帖都用金粉写，豪气！就他。四公主的赏花宴，这四公主可是三皇子，就是你前任的亲妹，她的赏花宴能有什么好心啊？鸿门宴也是宴，既然要吃席，那就挑个牌面最大的。嘴在想上胃，血在难受，泡杯养胃舒吧，胃痛不舒服就喝3角胃泰养胃舒，还能养胃哦。好香啊！哟，这不是我们的月溪郡主吗？
见到本公主还不行礼？我就不跟公主见外了，省得等会儿公主还得还礼呢。3年未见，郡主除了变得更牙尖嘴利以外，倒是喜欢穿这等老气横秋的衣服。怎么，是这乙州的山水不养人？怎么衬得郡主生生憔悴了许多？是吗？可我听闻先皇后就深爱粉金，出席国宴也经常穿着。圣上也曾夸先皇后着粉金气韵非凡，恰好我府上祖母也偏爱粉金，因此给我做了许多新衣裳，穿上祖母也开心啊。孝心可嘉，这才是嫡女风范呢。哇，这粉金莫不是锦州特产星辰起？这居然还有这么识货的！哇！星辰起会让布料在摆动时在光下显出星光，因此得名星辰起。是吗？这我还真不知呢。它除了织法独特，它所需要的蚕丝只有锦州独有的桑蚕才能吐出，它的产量还只有普通蚕的1/3，这都导致了星辰起价格昂贵，一寸难求。听闻锦州好像是有流传1寸星辰1寸金的说法。什么？1寸金？真的假的呀？月溪郡主居然用这星辰起做了件外衫，不知道是要用多少布料，花多少钱呢？是吗？哎呦，要是早知道星辰起这么金贵，我就不拿去做窗帘了。什么窗帘？天哪！都散了吧，一群没见过世面的。一会儿见喽。情绪了得。不愧是女主，果然够招蜂引蝶的。哎，你这七彩簪像是昔日之物吧？你怎么又知道？京中竟然有你这么识货的小姐。过奖了，郡主。我平时喜欢研究一些旁支偏文，见笑啦。俗世千优，知己难学，回头我都送你一套。这怎么好意思啊，郡主？叫什么郡主啊？不许跟我见外，以后私下叫我姐姐可好啊？诸位谬赞，我这琴技只是寥寥，想当年宁王妃可是琴艺了得，一首名曲名动京城。是啊，想当年宁王妃惊鸿一曲流传至今，郡主是宁王妃的爱女，肯定得了宁王妃的真传。不知我等是否有幸听郡主弹奏一曲呢？这话就有些扯了。宁王妃在生下郡主后就一直卧病在床，郡主3岁之后就去世了，哪来的时间和精力教她弹琴啊？就是啊，公主相邀，却之不恭，但我琴技拙劣，远比不上林姑娘，未免污了众位的耳朵。能否请林姑娘和我合音？郡主谦虚了，为郡主合音是我的荣幸。宁初曦，这可是你自己找上来的，到时候可别怪我让你出丑。哼，林小姐心声夺人，看不出来好胜之心如此强。这是琴曲中技巧最难的曲子了。林小姐技艺不凡，看来月溪郡主只能沦为陪衬了。实在是看不
不出来，月溪郡主的琴艺竟然如此高超，这琴曲中包含的复杂感情，可不是一般的闺秀能弹出来的。郡主不愧是将门虎女，此曲道出了我边塞将士的英勇。我等将来定不负先辈之志，扬我大理之威。也不知道那活下来的将士最后回到他思念的家乡了吗？有没有见到他心爱的姑娘？家中仆从多是从军中退役的将士及家眷。此曲是听闻他们在边塞的故事后有感而发，遂作此曲。至于琴技，如公主所言，得家母真传罢了。我看此曲不过是卖弄情怀，无病呻吟罢了。是哥哥别冲动，是我不慎戳中了姐姐，她罚我也是该的。你别妄想我给她道歉。不道歉，那就打回来。这玛丽苏的长相，是原书男主来给女主撑场子了，穿得跟个花孔雀似的。玉儿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为了这种班门弄斧、故作姿态的人受伤，不值得。月溪郡主不过一闺秀，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何以谈边塞杀敌、将士思乡？真想兜了他。阁下是？三殿下在那说了半天，人家月溪郡主压根没认出你来啊！小姐，这是三殿下，您有时见过。哦，原来是三殿下，失礼了。多年不见，殿下依然风采依旧哈。你出戏！三殿下恕罪，是我学艺不精，又不曾远至边疆，只能通过家中中仆口中，一窥我朝将士风采，未能展示边疆将士的英勇善战，污了殿下的耳朵。那不知殿下可曾亲至边疆，一窥我朝将士的铮铮风骨呢？郡主，三殿下好像没上过战场。宁初曦，你如果想以这种方式赢得我的关注，那我劝你死了这条心。你这简直是痴心妄想。这位三殿下，您虽然身份尊贵，但只有2只眼睛1个嘴巴，我实在看不出。您哪里值得我产生非分之想？与其在这与我多说无益，不如快抱着你怀中的林姑娘去包扎伤口，这大庭广众的，影响不好。你最好是这么想的。玉儿，咱们走。四公主，你还有什么节目吗？散了散了！小姐刚刚好厉害啊，不愧是我家小姐。小意思。小姐真厉害，就该给他们点颜色瞧瞧，不然还以为我们宁王府好欺负呢。你好厉害呀，姐姐。殿下，玉儿，是我不好，今日有事耽搁来晚了，让玉儿受委屈了。一见到殿下，玉儿什么委屈都没有了。以后不用怕，有我在，谁都不敢欺负你。谁？兵分2路，王府集合。好的，小姐。
还有这么个地方。难道是他让我恢复了意识？只是一眼，于是人间，山海万千，不再鲜艳。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滑落之间再爱一遍，将化作风和你缠绵，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，只谈这一生我们纸短情长。即便看破一切的名言，而我依然最爱你的脸，回忆一幕幕不断浮现，不断蔓延，不论前后永恒或瞬间，不变改的叫做思念，想一直在你的身边到永远。不好！他们是主子什么时候这么温柔过？上一次，还是在上一次，又上一次。
他醒后，亲自送他回宁王府。是。这还是第一次毒发后有人近身却安然无恙的，也是第一次在他毒发后还能安然入睡的。就是太子。小姐，您终于醒了。小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小姐，我在威园后门等了您好久都没见您，就过来找您了。可是后院阁楼有人守着，说是不让外人进，可把我急死了。那你最后是怎么进来的呀？我刚刚啊……岳西郡主，您这婢女可不得了。是她。您这婢女在门口久等不见您，我们的人听命不让她进，她差点回去找宁王，派兵掀了整个威园。这丫头忠心，倒是让您见笑了。是我们的问题，底下的人没能发现郡主，害得郡主的婢女担心，差点引起误会。哦，我是怀流，殿下命我送郡主回府。那就多谢殿下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殿下命我交给郡主的金疮药，是皇家贡品，效果比外面的要好上数倍。属下已指使威园的管事在散宴前告知四公主，说郡主身体不适，先行回府了。这个太子府办事还真是滴水不漏。他怎么不问问主子呢？顶着这么明显的伤，这岳西郡主怎么好像没事的人一样？既不惊讶于太子的身份，也不问太子的去处，甚至连受伤的原因也不过问。这岳西郡主不像传闻中那般无脑，反倒很是沉得住气。不管是谁，只要能减轻主子毒发的痛苦，便是整个太子府的恩人。哎呦，疼啊！回去给你揉揉。总之，事情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这太子殿下可能身患重疾。我也不确定，但看那等情景，反而更像是中毒。说是恶疾，倒不如说更像是被药物刺激了神经，整个人都处在一种濒临失控的暴力状态。不管什么原因，这太子殿下下手也太重了。您这一圈青紫掐痕不说，顶着这么大个牙印儿，这几天还怎么出门啊？反正我也不想出门，但是你别告诉老头子啊，省得他担心。还有那披风，收好了，别让旁人看见啊。放心吧，奴婢明白。小姐，有人给您送了东西。给我？门房那边说是威园管事送来的，说是您昨日在威园丢了东西，今日找到后特地给您送来的。拿给我看看。哇，没想到这太子这么大方。小姐，这是昨日唐突郡主可否赏面移步威远，允我留表歉意？金子留下，帖子我再想想吧。哦，该来的还真是一件都躲不掉。
郡主，主子在阁楼等您。小美，你就在这等我，不用上去了。好的，小姐。见鬼了！怼天怼地怼小白花怼萧旭都没怂过，怎么就是有点触这个萧心恒啊？不行，大佬虽然可怕，但好像该死的长在了我的审美上，这让我抵抗的有点艰难呢。郡主请。今日邀郡主前来，主要是想向郡主赔礼。昨日无意伤了郡主，本宫实在歉意不已。道歉？你这家伙下口的时候可一点都没留情。殿下的赔礼我已经收到了。本宫也不知道郡主喜欢什么，只能送一些俗物，略摆歉意。殿下出手大方，我倒是喜欢，就缺之不恭了。殿下今日要我前来，怕不仅仅是为了赔礼道歉吧？郡主聪慧，想必昨日情景，郡主心中也有疑惑。本宫其实身患顽疾，发作时会神志模糊，头痛难忍，严重的时候还会伤人伤己。当朝太子身患嗜杀恶疾这种事儿，是我能知道的吗？我特地没有问你发疯的原因，大家彼此装傻不好吗？所以，本宫有事相求。虽然昨日无意伤了郡主，但本宫发现，郡主可以在本宫发作的时候使本宫安定下来，所以今日特请郡主来为本宫治病。啊，治病？身患顽疾，发作就嗜杀，只有某个女人才能治的病。他这不妥妥大男主体质吗？本宫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有非凡的气质。啊，我有几个问题。但是无妨。你是不是从小就任何女人不能近身，全世界只有我能碰到你啊？没有。那你是不是有兄弟浴血奋战，被贪官诬陷，急需你忍辱负重，平反冤案？本宫打的都是胜仗。冒昧最后再问一句啊，你是不是有生病的妈，狠心的爸，还有上学的妹？母后已逝，身边的兄弟姐妹都安好。怎么就摊上我了呢？没有女主的命，却撞上女主才能治的病，这叫什么事儿？那我要怎么治你啊？无需郡主做什么，只需要郡主每5日来后庭阁楼待上2个时辰。和殿下一起待2个时辰？是的。本宫发现，只要郡主在我身边，本宫便能安稳，而且头痛也能缓解不少。还真是俗套的玛丽苏设定。不过，昨天好像确实是在我靠近他之后，他的情绪才慢慢稳定下来。看来是有求于我。我为何要帮殿下？我可不是什么良善之人，虽每隔5日陪伴殿下2个时辰，并没有什么难处，但我出自宁王府，我父王兵权在握，让人知道我跟殿下来往甚密，对我宁王府可没什么好处。郡主想要什么？我想要殿下
实不相瞒，我其实不介意最后是谁荣登大宝，只要不是萧旭就行。而殿下恰恰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因爱生恨？不是，没爱过。那又是为何？是萧旭护不住宁王府，或者说，他根本不在乎宁王府下场如何，所以，殿下就不必担心我因为感情问题左右摇摆，中途变卦。事实上，如果殿下能在过程中一不小心让萧旭消失，我会更感激的。护宁王府一世安稳，本宫可没那么大能耐。不，你有，你现在没有，以后也会有的。宁王府满门上下都忠君爱国，可惜后继无人，因此不求世袭鼎盛，只求我在的这一世能繁荣安稳。郡主所求皆是为了宁王府，那郡主本人呢？无甚所求。我除了宫里那几位，我已是这天下最尊贵的女子。只要殿下您能护得宁王府昌盛一日，无论我如何肆意妄为，都无人敢欺我如我。本宫定不负郡主所托。这是谈成了？这么容易的吗？还以为得磨上几个回合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就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决定了。郡主，主子多年来深受病痛折磨，各种方法都试过，不过仍然从未睡过一个好觉。但郡主的气息却能神奇的让他安定下来，哪怕只是让他睡一个安稳觉，也极大的缓解了他这么多年来的病痛。您的这份恩惠，整个太子府上下铭记于心。客气了，各取所需罢了。还是要谢谢郡主。主子这人平时看似冷淡，但其实赏罚分明，对待自己人永远真诚相互。只要郡主您一天站在主子这边，主子定不辜负郡主。这话既是承诺，也是威胁。但愿如此吧。他既然承诺护宁王府周全，只要宁王府不背后捅刀，想必事成之后也不会被卸磨杀戮。若他真的言而无信，大不了就跟袁术一样，拼个你死我活罢了。至于谁输谁赢，还不一定呢。嘴在想上胃，血在难受，泡杯养胃舒吧。胃痛不舒服，就喝三角胃泰养胃舒，还能养胃哦。没吃完早饭就走啊？今天还有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课没学完呢。你堂堂宁王府的郡主，不会那些也无妨。娘走得早，现在京城里都传得沸沸扬扬的，说我没得一点娘的真传，难受，想哭。行吧，早去早回。知道了，老头子。哎，这不是上回我在他马车里看的那本书吗？折起来，下次再看。这书怎么在这儿啊？猜到郡主喜欢，便都拿来了。贴心啊，殿下。
故事。好呀。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小王子，他每天独自吃饭，独自睡觉，独自看日出日落。忽然有一天，他的脚下绽放了一朵娇艳的玫瑰花。玫瑰花？是什么花？是一种代表爱情的花。小王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花，他爱上了这朵玫瑰，细心地呵护它，每天给它浇水除虫，陪它聊天。后来学会了栽花。听我说，小王子觉得他的玫瑰是唯一一朵玫瑰，其他地方都不存在的。然而，忽然有一天，他走进了一个花园，在花园里，他看到了5000朵一模一样的玫瑰花。这时，小王子才知道，他的玫瑰花只是一朵普通的玫瑰花。怎么会是普通的玫瑰花呢？那可是在他孤独的时候陪伴他的玫瑰花，那是只属于他的玫瑰花。哇，殿下都学会抢答了，厉害！郡主的故事很有意思，我很喜欢。你书还没看完呢。你是说我离你越近，你的气息就越稳？只要郡主离我越近，我的躁动就会好一些。像现在就挺好的。这样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晚。
将这些的忧伤在心里激流汹涌，辗转后又落空，在我心中留下的痛，像无尽黑洞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？咋啦？我今天休沐不用上课的。哦，宫里来了消息，孙贵妃听闻郡主不久前在四公主的赏花宴上大放异彩，特邀郡主进宫一叙呢。在外边倒好，一回来就跟没骨头人似的，坐没个坐相，不想去推了便是了。也不是不想去，就是又怕出什么幺蛾子。管他什么幺蛾子，挺身了腰板去。我宁王府还没倒呢，我看看谁敢欺负你。父王，霸气。今天太阳是打哪边出的？已经跑来给我献殷勤了。姨母瞎说，我平日里都是很孝顺的。你呀，少给我惹麻烦，就是最大的孝顺了。不过今日姨母为何召见那宁初曦进宫？你俩打小就不对付，这次是知道我召见了他，特意跑来看热闹的吧？他觊觎我三皇兄不成，还平白无故落我脸面，他这种人有什么好召见的？平白抬高了他。姨母，你不会真打算让宁初曦做您的生媳吧？那我可是第一个不依。宁王府地位特殊，若是能结成亲家，对旭儿可是一桩好事。可他德颜容功样样不通，而且三皇兄也不喜欢他呀。那都是其次，感情是可以婚后培养的。岳西郡主到。救我！姨母，救我！希儿怎么这么傻？姨母，救我！姨母在呢，希儿别怕。他跟原主的死有关系吗？贵妃安好。月儿，还不给你希儿姐姐倒茶去？一天天没大没小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一会儿啊，你好好尝尝本宫的茶，可香甜了。
你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明明还没到药效发作的时间，他又在搞什么鬼？就是突然有些头晕，许是春寒料峭，吹了冷风所致。那要不要找个太医给你瞧瞧？你还年轻，这些小病可不能忽视。害得娘娘您担心了。今日本来就是来向您请安，因为这点芝麻大的小病，劳烦太医院跑一趟，倒是我的不是了。希儿，不过我是确实有些不太舒服，怕把病气过给娘娘，因此就先跟娘娘告退了。郡主真是客气了，既然身体不舒服，不如多休息一会儿，好了再走吧。好孩子，你要是不舒服，就赶紧回家歇着。等你身体好了，本宫再邀你进宫谈心。那就谢过娘娘了。去吧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可真是我的好外甥女。谁给你的胆子在我宫里动手动脚？我看你这公主是当得太舒服了是吧？我只是想让她出丑，又不会被查出来的。你以为大家都是傻子？不管查不查得到，只要是在我含章宫里出的事，我能脱得了干系吗？别说是你父皇，就算是宁王府的迁怒，也够我们喝一壶的了。我可是公主，她只是个郡主，区区一个宁王府，还不是我父皇说什么，他们就得做什么。你给我回去好好反省，无事不得出宫。蠢货！小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想到玛丽苏的下药膏居然让我碰上了。撑住，撑住，我可不能出药下。什么苏？无事，我们快点回府。哦，太子殿下啊！倒是许久未见月溪郡主，不知郡主近来可好？太子，太子。起飞啦！起飞了！起飞，还要飞得再高一点。小姐，不要问我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对不起小姐，我对不起整个宁王府。看不出来啊，你们郡主私下挺狂放的。你说谁狂放？你狂放！你竟敢说我们家小姐狂放！你别过来！谁狂放的？你狂放！好热呀！我要开中央空调。好热呀！他中的是什么毒？回殿下，贵人中的是软香散，药效跟醉酒类似，但是带有催情效果，却对身体没什么危害。因为这药危害小，因此也没什么解药能缓解，只能等药效过去。若贵人体虚，药效过后，服用一剂温补之药即可。睡觉吗？这
贵人胆子是真大呀！虽然中了软香散，但是竟然敢调戏太子殿下。他这样子还会持续多久？约莫2刻钟，等药效散了就好了。下去吧。你待在这里，跟个二傻子似的。你放心，殿下不会对郡主做什么的，你就守在这儿，有什么风吹草动都逃不出你耳朵。美人，你好美啊！你好美哦！我对不起整个宁王府。美人，你好凉快。你还记得你是谁吗？我是蘑菇。适合接吻。它会动哎！它又动了，真可爱，亲亲，别往前跑，这笔账记下。属下已遣太子府管事太监向韩章公回禀，只说是殿下偶遇岳西郡主晕倒，将人就近安置在了太子府外殿，请太医就诊后说感染风寒，并无大碍，让孙贵妃不用担心。知道了。最近这韩章公也不安分，是时候该敲打一下。小姐，昨日的事您还记得吗？昨日起飞啦！我要飞得再高一点。睡觉吗？昨日完了，没有女主的命，却中了女主的药，丢死
死人了！您这是想起来了？让这个世界毁灭吧！让男女主赶紧杀了我吧！都怪萧玉儿给我下了这么上不了台面的药。小姐，小姐你去哪儿啊？小姐，老头子，老头子，你闺女都被人家欺负了，你就说怎么着吧。谁敢欺负你呀？我还没说你呢，怎么人竖着出去，横着就回来？要不是太子府的人和太医的人再三保证你是风寒，我还以为你要翘辫子了呢。什么风寒？明明是那个四公主，然后给我喝了什么？然后就这样了。欺人太甚！就是。但是老头子又不能拿剑直接劈了韩章公，小心气坏了身子。虽然不能劈了韩章公，但是让那二人寝食难安，为父还是能做到的。真好，就让他们寝食难安。臣有本启奏。讲。四公主月前与微远办赏花宴，花费甚大。不仅如此，10日前，四公主携孙家子弟踏青，为了方便玩乐，不顾农户苦苦哀求，纵马踩踏农田50余亩。臣也有事启奏，吏部员外郎孙威卖官鬻爵，获利1万两。这是臣获得的账目清单。吏部小小一个员外郎，区区从6品，只靠着兜售底部官职和考评调任之事，足足获利1万两之多，这可顶得上一些小县城1年的税收。好大的胆子！孙威，是你们孙家的人吗？是陈家的旁系，一出五福。虽然说在五福之外，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京城里这些孙家旁支都是倚靠着孙贵妃和孙尚书才谋得1官半职。孙威卖官鬻爵，削去官职，发配到姚州。另外，买官行贿者一并查处。本来四公主的事儿啊，没有那么严重，谁成想赶上了孙威卖官被揭发，陛下这不就闹心了吗？顺带着孙贵妃也吃了瓜烙了。真是老天开了眼，下了一场及时雨。也怪啊，孙家最近太猖狂，害了多少人的眼喽。还是父王厉害，言出必行。孙贵妃和四公主这段时间可有的寝食难安了。对了，你可记得去太子府登门道谢。太子虽然没有什么权势，但也是一国的储君，人家顺手又帮了你，该做的礼节还是要做到位的。他帮我什么忙了？老头，我可什么都没干啊！你紧张什么？不是太子好心看你中了毒，好心把你送回来的吗？啊，是，这件事儿确实应该感谢人家哈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去呀！啊，现在？不然呢？我们宁王府哪有过夜的恩呢？赶紧的，早去早回。哎，你就这样去了？哦。那上次实在不好意思。郡主说的是哪件事？这人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是赖在本宫身上不下来，还是既要发作，轻薄本宫之事？喂，不带这么公开处刑的吧？你故意的吧？药下之过，郡主无需介怀。还是要多谢殿下解围。郡主，要不
你还是直接住到太子府来吧。这不会太过显眼了吧？天天往太子府跑，这不昭告天下我们俩有一腿吗？什么腿？就是众目睽睽之下雌雄双宿。不会，回来会将马车驶于后庭，然后再换了马车过来。后庭有通道直通内殿，不会引人注目。内殿都是本宫的人，郡主不用担心。这不会太麻烦了吧？参见殿下。这2位是本宫从江南寻来的厨师，京城最好的厨师皆师从于他们。内殿的起居用度肯定要比后庭更精致。后庭不过是临时的落脚点。还有，好了，不用说了，我同意了。治病非几日之功，后庭再舒适，也不过是一内侍。本宫担心郡主待得烦闷。殿下想得甚妥，好吃好喝就行。不过我这算不算登堂入室啊？算，也不算。来都来了，殿下，要不要来一起谈会儿？现在，谈？放心，今日之粮免费。这床舒服吗？舒服的话，就说点正事。过几天可就是万寿节了。怎么，又有什么幺蛾子啊？本宫收到线报，消息近日跟驿站书信来往频繁，就是不知道他联系的是哪国的使臣。不管是哪国的，有什么阴谋诡计，来了就知道。不过，这事算是机密吧？你为何要跟我说这些？本宫以为我们是同盟。没错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别指望我给你出谋划策或者亲力亲为做些什么，我最多是在关键的时候动用宁王府小小的一点力量帮你一下。我没有想让你为我做什么，只不过在跟你分享本宫的情报。快睡吧，再过2个时辰我就要回家吃晚饭了，老头子看得紧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